下面这个图呢难度稍微大一些，主要在由于产生了运动的这一侧，因为运动之后啊，它的方向啊、角度啊以及形状啊变化都会更大。首先是这边手臂的圆朝向，就是圆柱的横断面。这个球可以不用画，中间这个球可以不用画。这是手臂圆柱的朝向，然后呢是胸大肌和圆柱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胸大肌是往外鼓的，并且呢对这个圆柱的底部有一些遮挡。然后在相对的上边，这里呢又有一个往外的弧度，这里是绕到圆柱后边的一个感觉。再往下是胸大肌被拉扯开的一个部分，这个地方呢就偏直一些，轮廓在体表呢不是很明显。要注意这边呢是这样子。然后另一侧的手臂它是往这边有一些旋转，肩三角肌的结束点转到了前面。大概是这样。颈部呢略微的窄了一点点，而且这个是平视的，横断面可以不用画的那么大。下面这里为啥有一个横线呢？我没看懂。这个圆柱是这样的，手臂它的胸大肌在这里，对手臂的圆柱的底部有一个遮挡，有一个往外弧的趋势，然后再往下这一段呢略直，有种被拉拽起来的这种特征，这个从图片中可以看得到。上面这里绕过去，这一坨都是胸大肌，这个时候它的肩三角肌跑到后面去了，已经看不到了。然后这个手臂抬起来的，它的胸大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它和手臂遮挡之后下来，它是往外弧的，但是呢再往下它是有拉平拉直的一块，不是直接就收进来的。这个抬起来的手臂它就是一个圆柱，先确定好一个圆柱，它的朝向和它的宽窄比例大概符合这个模特。然后注意在这个位置是胸大肌外侧，它的轮廓往外鼓的一个弧度，这里是遮挡住手臂的。然后在上边它有一个往上鼓的一个弧度，这个是绕到这个圆柱手臂，这个是绕到手臂圆柱的后边的。然后在这里就被拉直的一块，这就是抬起来这个手臂胸大肌这个部分的一个结构和造型。这边注意好肩三角肌的一个支点，它的附着点，它在骨骼上，附着在哪里？这个手臂是往内侧转的，所以说这个附着点呢转到了这边。这边大概是这样去表现。这一块儿，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手臂的圆柱，圆柱的底部，这里是胸大肌这一块向外顶，向外鼓出来，遮住一点这个手臂的圆柱底部，这个块是被拉直的，在图片中也是看得到的，这里是被拉直的，因为这个手臂抬起来了嘛。这块要绕到圆柱的后边去。肩三角肌、胸大肌和手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在这个动态下，这个角度下看不到它的肩三角肌，看到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它的胸大肌应该是这样，身体的轮廓在这儿，证明呢胸腔下边的形状至少要到这里。然后这个胸腔是对称的，另一侧下面呢大概到这儿，因为它是整体是这样的一个倾斜的。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在锁骨头的下边，大概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胸腔。这个箭头稍微小了一些。这个颈部呢，它是朝上的，一个比较接近于平视的角度，所以说呢，它的横断面稍微的扁一点。
这样的造型它就更加准确了，结构也就更加合理了。外轮廓在这儿，胸腔呢就不能画到这儿，一定要把外轮廓这个造型当成是胸腔的形来看待。胸腔应该画到这里，然后由于它是对称的，另一侧呢自然而然就到这里。胸腔上端的圆面可以再小一点，还有就是胸大肌上面的这个肌束啊，不要这样去画，往上去画这个，这样画上去它不好看，也不够准确。我们画这个的目的是为了画清楚它的腋下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结构特征，它是一束压着一束的，哪怕画进来之后不再去画也可以。下面第二个，胸腔太短了，上端的开口也太大了。这边离体表径应该更近一些，抬起来的这个手臂的圆柱应该再圆一点，横断面再明显一点，再大一点，这样的话这个圆柱才抬得起来。肩头鼓起来，手臂抬起来之后呢，肩头就会被顶起来。先别画这个东西，把手臂概括成圆柱就好了。然后去画这个胸大肌和手臂圆柱之间的关系。这个胸腔的最下端也应该再低一点，可以参考它手肘，它手肘的位置大概在这儿吧。下面这个胸大肌的形要注意一下，这个是手臂的圆柱，胸大肌的这个位置是往外鼓的，再往下走呢是被拉扯变直的一个形状。然后上面这里呢是绕到了圆柱的后边，是胸大肌和肩三角肌合成的一个趋势，这是往上弧的，这是往外弧的。这个胸大肌的这个形状呢大概是这样，和手臂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这一侧胸大肌外轮廓不够饱满，而且这边的肩三角肌结束点要再往里边走，在手臂中央。然后横断面要与手臂的朝向相垂直，这样才好交代这个手臂朝向哪里。其他的呢，注意一下肩三角肌的形状，在这里和这里分别有两个拐点，它的外轮廓呈一个梯形。然后就是注意肩三角肌的支点位置。第一个，肩三角肌没这么窄，它是在手臂的中间这里结束的，因为手臂在往这边转，所以肩三角肌的支点呢就转到了前面。这里和这里是拐点，在图片中也可以明显的观察到这个形状特征。这个不对，手臂抬起来了，这个圆柱横截面要够大，它才抬得起来。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是跨过这个柱体，绕到了它的后面，肩头有一种被顶起来的感觉，这样才有抬起来的这个手臂的感觉。肩三角肌的支点不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了。你在图片中能看到吗？它转过去了，它应该要转到后面去，